你这是？堂哥，你那天醉酒，强行破了我的身子，你的骨肉已经3个月了。我的骨肉？堂妹，我与你自幼相识，一同长大，我待你如亲妹妹，怎可能对你做出越矩的行为？更何况，我根本不可能让你怀孕啊！木兰父母已死，无人照顾，领过来这么多赏赐，怎能让他独吞？大哥大嫂已经不在，婉儿只要咬死他强奸你，想办法把他摁死在府里，到时候偌大的将军府和所有的赏赐都是我们的。堂哥，你怎么能这样无情？3个月前，我去军营中探望你，你喝醉了酒，拉着我不放，强行破了我的身子。堂哥，我不怪你，只要你好，我怎么样都行。可如今，我怀中已有你的骨肉，你若是不认，叫我脸往哪儿搁呀？木兰，你怎能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？婉儿她可是你的亲堂妹呀，魏楚阁的黄花大闺女。可怜我的女儿，清清白白一辈子就这样被你毁了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木兰，大哥走得早，作为你的二叔，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哪有敢做敢当？别以为你现在风光了，得了这么多赏赐，你就能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呀！啊！婉儿可是你的亲堂妹啊！哎呀，木兰，刚才大家说的可是实情？我们穆家世代忠良，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，否则的话，我作为族长必定会严惩不贷。好，你说你去过军营，那是何日？是何时去的？10月初啊，卯时左右。这种细节，你让我一个女孩子家如何说得出口？10月上旬乃是我军和匈奴对垒之时，每日戌时，我都会与将士们谈论军情，子时方散。若是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在可以让飞鸽传书，让将士们进京，我们当面对质。对质？对什么质啊？你是大将军，他们自然帮你说话了。再说了，你就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啊？哦，对了，肯定是你一个人的时候，才切剥了我的女儿的呀！哎呀，大哥大嫂啊，你们死得好惨呐！留下这个侄子，要欺负死我们这帮穷亲戚啊！摸摸良心，你爹娘死后，是谁为你照看着空空荡荡的将军府？是我们二房，我们为你操持着大将军府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居然对我女儿做出如猪狗不如之事，你还滥用职权，欺压我们！大哥呀！族长，各位长辈，婉儿所说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必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堂哥现在仍不认罪，我只能拿出证据了。哎呦！堂哥人面兽心，在床上对我十分粗暴，这牙印就是他当时咬伤我时留下的疤痕。你确定是我的牙印？堂哥，我这辈子都被你毁了，我求你了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真的好怕。这你做什么？这干嘛呀？这是！哎呀！家门不幸啊！哎呀，这老荡子活该进出牢！
畜生！畜生啊！竟然当着我们的面，穆村长不知廉耻啊！这才是我咬的。这2个牙印的形状根本就不相同，这分明不是同一个人咬的。穆婉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身上的牙印，如果不是木兰所为，难道你是在污蔑他吗？我的肚子！堂哥，就算你不肯承认你轻薄了我，可这腹中是你的亲生骨肉，这怎能做得了假？那这个香囊呢？这个香囊可是婉儿亲手送你的定情信物，你若对他无情，为何贴身佩戴他的东西？你说这是婉儿的香囊？陛下，丰厚的圣旨及各项赏赐已经备齐。百驾将军府朕要亲自去接木兰。你确定这个是你的香囊？这一针一线，皆是婉儿一片痴心。婉儿特意调的香，难道堂哥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就是，这是婉儿为你这个负心汉熬夜赶制的香囊。可是这个香囊是陛下所赠，你们竟然敢冒人命御赐之物！御赐？陛下英明神武，怎会送你这小女人形态的东西？大家看见了吗？这上面绣的可是鸳鸯，这是送给情人的。陛下送你个大男人做什么啊？那是因为，才刚平定匈奴叛乱，眼下还不知道能否揭开我的女子身份。你确定这个香囊是你配的药？你可想清楚了再回答。诬陷朝廷命官是要砍头的。没错，是婉儿亲手为堂哥配的香。可这香囊中有一味药，是龙涎香。龙涎香是皇家的御用香料，你敢乱用御用香料，是何等大罪！只可居心。龙涎香，还真是龙涎香这龙涎香，你又是从何处所得？我其实……难不成真如他所说，这香囊是陛下所赠？那婉儿这是在栽赃木兰。我其实……我是从堂哥的私库里拿的。堂哥在外征战多年，私库宝贝无数。我一心为国为民，从没有私库，更没有私藏过贡品。不，你有。穆族长，我追随穆将军多年，实在是良心难安，我必须要揭发这个衣冠禽兽。没想到是这样的人。就是。张副将，你追随我多年，我是什么人，你应该是最了解的。你木兰不仅在边疆私设府库，聚敛财宝，还强抢民女，无恶不作，边疆的百姓都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这是迫于其淫威，无人敢言啊！刚刚说张副将最了解他，那穆婉儿所说岂不是真的？张副将，我本已向陛下请旨封你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最信任的人竟然背叛于我。张副将所言纯属无稽之谈，我没有让穆婉儿怀孕，更没有奸淫民女。我们说的都是实话，婉儿不怕死，只求真相大白，也为那些无辜的姐妹得以安息，也为我的孩子求一个公道。堂哥，你不用怕，你若伏法，我定为你守一辈子寡。你，这些年，我替木兰办事，实在是良心难安。这些信，
都是他命我送去边疆女子的书信，上面有穆家的私印。这的确是我穆家的私印。家门不幸，我们穆家世代忠烈，怎么出了你这种败类？畜生啊！哎呦！哎呦！这印不对，这印文的确无误，是我的私印。但是，根据这印泥的颜色和浸染程度，应该是新盖上的，而且不超过3天。也就是说，有人拿了我的旧印，又或者说有人仿刻了我的印，在这些伪造的信件上新盖了章。张副将，你作何解释？这或许是信件受潮了，说不定是你用的特殊印泥。况且，就算这信件有假，难道张副将说的话会是假话吗？张副将跟着堂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们宁愿相信一个物件的纰漏，也不愿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证吗？没错，这3年，不知道他在边疆祸害了多少少女，实在是天怒人怨。我这才看不下去，才站出来揭发的。这穆家怎么出了个这么个败类呀？真是恶心呢！跟这种人待在一块儿，当真是令人反胃。陛下真是瞎了眼，竟然重用这种人渣！张副将，你可想好了，诬陷朝廷命官，可是要全家处斩的。哼，你以为我们怕你不成？如今犯法的可是你，我们还没惩戒你，你却要押请我们来了。族长，现在张副将都在这儿，足以证明这小子的品行。若是再放任下去，我们全族可都要被他连累啦！如今我被亲谋的消息早已传得人尽皆知，若是不对他加以惩戒，世人该怎么看我？该怎么看我们穆家呀？木兰，你犯下如此大罪，理应受到将军府的惩罚，100军棍，是死是活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只要今日关起家门，把他乱棍打死，日后根本无从翻案。将军府偌大的家业都是我们的了。大理寺四卿到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屈打成招吗？穆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家门不幸，出了一个淫辱族妹的畜生啊！王大人明鉴，他们所言皆是构陷。你好啊，你们简直是官官相护，你们当官的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儿，还有没有天理王法啦？住口！没有穆将军，京城早被匈奴踏平了。你们还能活着站在这里污蔑他吗？空口白牙就要定国之栋梁的死罪，简直儿戏！族长，咱们将军府什么时候要添一个外人的脸色了？今天若不处置木兰的话，那咱们穆家的脸那就丢大了。好，朝廷不管，那婉儿就以死明志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哎呀，简直胡闹！此案证据不足，不能定罪。谁说没有证据？本王有铁证。南安王，王爷，你可得给人家做主啊！莫怕，本王今日来就是替你讨回公道的。妹妹和王爷这般姿态，像是早就勾结好了。穆将军可认得此物？这便是你玷污于婉儿时留下的血库。这竟然把自己的犯罪证据落在了外面，还真是不害臊呀！为了诬陷我，竟捏造出这种下流的物证，我竟不知萧远和堂妹的关系竟然已经熟到这种地步，连这种东西都可以交给你，
我本就中意婉儿，准备与她成婚，竟不知道被你玷污了，本王自然要为她讨个公道。南安王和陛下是一母兄弟，素来不和，看来他是有心要勾结他人，置我于死地。既然如此，与其纠缠下去，不如将计就计。好，既然铁证如山，那木兰便认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将军府，将军府有大案子要审，快去看看。什么案子？去看看。走，看看去。出了什么事？这将军府有木兰在，会有什么案子？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南安王说的对，我认罪。穆将军，你糊涂呀！此案疑点重重，你怎能轻易认罪啊？族长，按照族规，淫辱族亲，败坏民风，这是要受杖刑100，生死不论的呀！对，打死这个畜生！来人！慢着！还想耍花样？请王爷和诸位苦主指证我的证人们，把证词写在证供上，签字画押，以防后面说木兰屈打成招，亦或是事后不认。什么意思？怎么，王爷言之凿凿，不敢把供词签字画押吗？还是说，王爷知道这些指控见不得光？笑话！本王有何不敢？好，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如果你们此刻撤销对我的诬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是如果你们签字画押之后，我可以证明木婉儿的孩子并非是因为我，那你们就犯了诬陷朝廷命官的死罪。只要我们咬死口供，木兰就别想伸冤。王爷，我愿意签。好，来人，备纸笔，签字画押，本王让他死得明明白白。王爷说了，只要搞倒木兰，这将军府和所有赏赐就由我爹娘代为掌管。哼！萧远许我黄金10000两，帮我抹平以前在军中贪墨的旧账。木兰，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财路。木兰一死，边关必乱，我与匈奴大汉的约定便可顺利推进。萧慈，断你一臂，看你还如何坐稳这江山。只要我公布我是女儿身的真相，你们的证词就是你们构陷当朝大将军、欺君罔上的铁证。哎，这贴的什么呀？这大户人家怎么这么多事儿呀？人家事儿故事不多，就是，哎呀，就是，居然还有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啊？就是，看他这个样子啊，肯定没什么文化。将军府啊，哎，怎么撤了呀？撤了呢？这我要看呢。什么人？这是回事？这是谁呀？哎呦，什么人气势啊！木兰强抢民女，奸淫堂妹，致使堂妹怀孕。胡说八道！木兰身为女儿身，如何能让人怀孕？陛下，先是他们族人的证词，还有南安王萧远。荒唐！朕倒要看看他如何给我兰儿安的罪名。现在可以行刑了吧？王大人，如果按大梁律例，3品以上的官员如果犯重罪，案犯有陛下亲赐的免罪金牌，可在定眼前有权亲赴圣上，最后陈情。正是金牌。还想拖延时间？来人！此人罪大恶极，给本王立即正法！且慢！穆将军与匈奴最后一战重伤未愈，你们怎能如此对他？就不怕陛下问罪吗？萧远，你想杀人灭口？打！给本王往死里打！狗屁镇国大将军，不过就是欺民盗士、奸淫掳掠的败类！我今日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身败名裂！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用活在你的阴影之下。快了，快了，马上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了！给朕住手！
好，谁再动他一下，朕诛他九族！陛下，兰儿，朕来晚了。陛下放心，朕没事，只是皮外伤。是谁杀的他？陛下，是穆将军他奸淫堂妹，罪大恶极。朕只是想挽回穆家清誉，不想让此等败类玷污皇家耳目。奸淫堂妹，你们有何证据？这个香囊是我与堂哥从小的定情信物，这一针一线皆是婉儿所绣，里面的香料也是婉儿放的。你说的是这个？这是朕的御赐之物，你竟敢构陷朝廷命官，该当何罪？不是，陛下，是臣女记错了，臣女送的是另一个香囊。皇兄，您不信他，总该信我吧？这是穆将军玷污于婉儿时留下的血库，还有张副将的文书，求皇兄按律严惩。求陛下严惩。皇兄，您不能因为穆将军护国有功就护着他。臣弟今天就算丧命于此，也要替陛下清君侧，铲除奸臣。木兰作恶多端，求陛下严惩。臣以性命担保，木兰就是侵犯婉儿的奸臣。简直是笑话！木兰她一介女子，如何奸淫堂妹？什么？女子？女子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早就说过，我不可能让穆婉儿怀孕，更不可能奸淫少女。而你们为了一己私利，诬陷于我，你们画押的证词就是你们诬陷朝廷命官的罪证。这怎么可能？让匈奴闻风丧胆的大将军，怎么可能是个女人？穆将军夫妇为国捐躯之后，木兰就一直女扮男装，为我大秦镇守边关。若是没有她，尔等岂能苟活到现在？兰儿，让他们死个明白！不可能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当真是女子啊！如此容貌身段，倾国倾城，怎么能骗得了那么多人？萧远，你眼光倒是不错，不过对你皇嫂放尊重一点。什么？皇嫂？朕今日便要昭告天下，木兰为朕的心上之人，并且是我大秦唯一的镇国将军。朕现在就要恢复他的女儿之身，并册封他为后。不可能！她怎么会是女子？她怎么能当皇后？这不可能！凭什么？你个欺君罔上、构陷朝廷命臣的贼妇，按律该杖责80。来人，拉下去以儆效尤。不要！婉儿，女儿啊！还有你们，朕若是没有记错，这状词之上你们可都签了名字。来人，一并拖出去！还有你，你身为皇室宗亲，竟然带头拿出如此荒谬的证物，构陷朝廷命臣，该当何罪？皇兄，这都是误会。兰儿，兰儿莫怕，朕这就带你去见太医。如此佳人，何该属于我？木兰，凭什么？你什么都有，我要夺走你的
兰儿，你醒了。慢点儿。穆将军今后就暂住在后宫，任何人不得怠慢，每日把最好的药送来便是。是。陛下，我受的只是皮外伤，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？搞得我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一样。兰儿，在战场上真帮不了你，在这后宫，总不能让你受委屈吧？扔了！不能扔啊！陛下，这是你送给我的。兰儿，穆婉儿那个毒妇说这是你们的定情信物，真是晦气。放心，朕改日就做2个新的款式给你，只允许你我佩戴。我看谁还敢诬陷于你。兰儿，朕已经昭告天下，下个月15日，便是我们的大婚之日。往后，你便是朕名正言顺的皇后。朕保证，这世上再无人敢轻视于你。小姐，婉儿小姐来了，快请她进来，正好让她帮我挑挑萧慈哥哥喜欢哪套婚服。是。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出出主意。你说我大婚之日是穿这件呢，还是这件？你怎么了？腿受伤了？我受伤不是大事，替你抱屈才是大事。我马上就要嫁给萧慈哥哥了，有什么好委屈的？陛下是说下月15大婚，可他何时说过要娶你？他要娶的是大将军木兰。婉儿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萧慈哥哥怎么会娶一个男人？陛下若是娶一个男人，自会滑天下之大稽。可倘若木兰他根本就不是个男人呢？我自小与他一起长大，可谁想叔父为了让他继承兵权，打小就把他当男孩养，如今还成了战军赫赫的大将军。他在战场多年未归，怎么一回来就让萧慈哥哥娶她做皇后？他定是在军营里与那些将士厮混，学来了一身伺候男人的本事。这怎能跟沈小姐您比呢？您可是丞相之女，是太后御赐的贵女。只是那木兰，下月15就摇身一变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不行，她这种粗鄙之人怎么配做皇后？我要进宫找皇后娘娘和萧慈哥哥找个说法。哎，这可是不得！陛下若是动怒，废了你贵女之位，那一切可就全完了。那我怎么办？难不成要我把萧慈哥哥拱手让人吗？这婚是皇上定的，太后允的，你去闹自然不行。可如果是木兰德不配位，根本不配做皇后，哼！你猜会有多少人跳出来帮咱们反对这门婚事？哼！人间美色，非丹青可会其一二。王爷，王爷，这沈小姐可真是的，怎么趁你受伤的时候叫你过去？这是本王从宫中特意为你找的药，消肿止痛，有奇效。王爷怪你，婉儿就好一大半。再一想到木兰马上就要吃瘪，婉儿就什么病都全好了。木兰吃瘪？什么意思啊？皇后娘娘，这是丞相千金沈小姐送来的请帖。他邀请我3日后去参加元日宴。皇后娘娘，您不能去，
您久在边关有所不知，这沈小姐是京城出了名的难伺候。之前她年纪尚小，如今过了及笄之年，便将先皇和沈大人随口一提的婚约信以为真，把自己当准皇后呢。原来她这是倾慕陛下呀！她这哪里是邀请您去踏青，这分明是给您下了一道鸿门宴，就等着您去出丑呢。好啊，我倒是想看看她能让我出什么丑。皇后娘娘，陛下，陛下，沈小姐给皇后娘娘发了请帖，奴婢没拦住人，皇后娘娘已经出发了。沈清梦，他定是知道了朕要册封木兰，所以才趁机找木兰的麻烦。他们在哪儿设的宴，朕这就过去。陛下，军机大臣已经在殿外候着了。您为了家人失约，朝堂之中难免会对皇后娘娘有非议。沈清梦刁蛮任性，一直视朕身边的女人为仇敌。木兰久居战场，怎么能应付得了他们？这样，把外邦进贡的绫罗衫送去，木兰穿着这件衣服过去，想必他们不敢太难为她。再派些暗卫暗中观察，若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即刻来禀报。是。起来吧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也不见穆将军的人影，莫不是听说了清梦是人间绝色，所以自惭形秽，不敢来了？被关外的风吹了3年，就算是西施也被吹成人干了。带兵打仗的哪个不是5大3粗？他敢来才怪呢！诸位妹妹慎言，人之美不在皮相。穆姐姐毕竟是陛下钦点的镇国大将军，就算丑如夜叉，又能如何呢？不过我当真想见见这位穆姐姐，也好看看能把萧慈哥哥迷得神魂颠倒的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沈姑娘是想见我？好帅，又好美，这模样，这哪像是吹了3年边外的风啊？这分明是天上谪仙人啊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陛下御赐的绫罗衫，你还没换上呢。绫罗衫不是外邦进贡的珍品吗？陛下怎么会送给他？陛下送这个做什么？到时候踏青再弄脏了。萧子哥哥赏赐的衣服，你竟然敢不领情！沈小姐，我堂姐她自小便被叔父当作男孩养，学的都是些拳脚功夫，又在边外3年，鲜少出入宫中。若是礼数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还请贵女见谅。贵女又如何？不过是靠着家中权势罢了。皇后娘娘凭着自己的本事，被陛下册封为镇国大将军，何时轮得到你个贵女见谅？若不是姐姐命好，怕也只是个镇国大将军了。如今册封礼还未办，你不过是个臣子，论身份地位，姐姐可该向我敬茶。就当是妹妹提前教姐姐入宫的规矩。这可是陛下钦定的，皇后娘娘，你一个贵女，怎敢让皇后娘娘给你敬茶？若是我非要她敬呢？皇后娘娘，臣赴宴来迟，多有得罪，特此敬茶以知歉意。早就听闻贵女容貌出众，在京城是数1数2的美女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贵女，喝茶。你有病吧？你为什么要向我敬茶？不是贵女让我敬的吗？我让你敬就敬啊！你这人一点脾气都没有的吗？我费尽半天口舌，绞尽脑汁想羞辱你，你不应该直接把茶泼到我脸上的吗？贵女刚刚是在羞辱我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羞辱于我？况且我是臣子，向贵女敬茶只是君子之交，并没有什么耻辱的地方。在座的贵女，家中长辈皆是朝廷重臣，而我在外征战，知戍边关，对内还是要靠
各位父辈们的努力。我是个粗人，不懂宫中礼教，特以此茶敬各位贵女。哼！这对吗？这好像不对吧？姐姐，你们在边关打仗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我可听说那边的匈奴异常狠毒。姐姐，你是怎么做到女扮男装不被发现的呀？那些将士们就没有觉得不对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当时不就是打了3阵仗吗？至于这么吹嘘？青梦，皇后娘娘在边关经历的可比我们听的话本子惊险多了。就是，姐姐刚刚还跟我们说是怎么用一把剑就砍掉了一串匈奴的头呢。这不对，这肯定不对。够了！谁家正经女孩会拉着人讲这些血腥事情？不就是会用剑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可是我爹爹开国之战时先帝御赐的一对宝剑，我打小就留在身边，日夜苦练。你若真有本事，就跟我比比剑。若是你赢了，我就认你这个皇后。刀剑无眼，若是伤了你，我该如何向沈大人交代？你都还没打呢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会受伤？难不成你是不想跟我比，还是不敢呢？堂姐，沈小姐自幼练剑，又得沈大人真传，你若再三推阻，恐怕会驳了沈小姐面子吧？堂姐啊，堂姐，你若放水假意战败，以沈清梦的脾气，日后定不会要你好过。但你若不放水，不小心伤了她，你猜沈大人那些老臣会不会容得下你这个皇后？那我们就点到为止。废话少说，接招！是有两下，居然能接下我这招。嘿，皇后娘娘连剑都没出，就把贵女的进攻全都化解了。木兰，我诚心跟你比武，你居然拿剑鞘来羞辱我！沈小姐平时练剑，肯定都是对着剑谱和木桩进行学习的吧？而我都是在战场，若是用真剑，恐怕会误伤。我们只是比试，不分高低。堂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阴阳怪气的和沈小姐说话呢？阴阳怪气？我没有啊。你分明是在说她这会表面功夫啊！我这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能耐！沈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沈小姐容貌倾城，无需打理也明艳动人。别以为你救了我，我就会对你有所改观。我是不会放弃小此哥哥的。不过，看在你救了我一命的份上，今日踏青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吧。朕还担心兰儿心思单纯，会遭人欺辱，没想到她这直来直去的性子，反倒是让沈清梦吃了瘪。贵女不过是小孩子心性，闹不出大麻烦。眼下呢，已经跟皇后娘娘踏青去了，只是不知怎的，倒是没见沈家的暗卫。难道有人要害木兰？派我们的人继续跟着，务必要护兰儿周全。是。你久在关外，怕是忘了这京城的春色了。这条路可是我精心挑选的，待会儿可别惊掉你的下巴。一会儿就按我们之前说好的做便是。公子你放心，俺进来收你的钱，就是皇帝老子来，我们也给你抓来。哼。哎呦！
诸位小主，你们队伍里哪位是皇后娘娘啊？光天化日，赶来皇亲贵胄的路，你们也不怕掉脑袋？我找的是皇后娘娘，你一个黄毛丫头出什么头？新盲眼瞎的东西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我就是皇后。那人说未来的皇后模样倾国倾城，这像吗？别以为你们夸我2句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附近都是沈家的暗卫，赶来本小姐的路，小心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方圆10里的暗卫全部被我们解决了，否则为什么现在暗卫一个都没到？啊，侍卫大哥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清末只是贵女，不是什么皇后娘娘。老子要找的是皇后，什么贵女宫女的呀？和老子说不着，赶紧叫人！别让老子再说第2遍啊！老老实实交出皇后，你们可以活，再磨叽，全都给我死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是她！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公子说皇后娘娘模样标致，这些人里边就她最好看，那就肯定是皇后无疑了。带走！你敢？有本小姐在这儿，你们谁都不许碰她。哼！别以为我是在救你啊，我只是想光明正大的得到我皇后的位置，而不是眼睁睁看着你死了。我身上的伤还未痊愈，此时动手，怕是护不了他们所有人。行，先把这爱闹腾的丫头给我杀了！你们要的是我，何必要吓唬他们？你们放他们离开，我跟你们走。既有如此美貌，又有如此胆量，木兰啊，你还要给本王多少惊喜啊？我说我要皇后，又没说不要别人，全部带走！穆将军放心，有本王在，岂容他们放肆？男儿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好大胆子，竟敢重伤皇后！陛下，你怎么才来？多谢了王爷不计前嫌，否则木兰可能要陷入险境了。按本王的计划进行，山匪拦路，本王英雄救美，何愁木兰不对我另眼相看？给我上！借剑一用。小心后面！你应该庆幸这不是军营，否则这把剑一剑刺穿你的喉咙。拿着我的贴身玉佩去军营报道，只要你能打，我保证你过得比山匪有盼头。谢娘娘，谢娘娘。如此佳人，本王应该如何才能得到啊？穆将军，陛下担心您，命我护送您回宫。抱歉，把贵女的剑弄脏了，改日一定登门拜访，咱们再接着踏青。怪不得小紫哥哥喜欢他，他确实值得。青梦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今日看他出丑，你怎么……木婉儿，你还有点良心吗？穆姐姐刚刚才救了我们的命，你还惦记着这件事情？我还不是为你的婚约着想。你是为了我的婚约，还是为了挑拨离间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虽然喜欢小紫哥哥，但我只会跟穆姐姐和平竞争。倒是你，以后少在我面前惹事。我们各走各的路，走。哼。
走吧。他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药？凭什么你们都这么袒护他？哼！你给我等着，我有的是法子治你。兰儿，你没事吧？萧朗，我没事。你怎么这么紧张？紧张？我当然紧张，我怕你被那些贵女吃掉。怎么会呢？我跟他们聊得很投缘，还约好之后再一起去踏青。投缘？嗯。你是不是太单纯了？我单纯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在边疆用兵法把匈奴困死3月有余，大获全胜的将军。这战场是战场，后宫是后宫啊。可是战场是杀人不眨眼的，难不成后宫比战场还要凶险？那是自然。我听说你今日和那些贵女一同踏青，你可知道这些贵女平日出门都有暗卫保护，为何今日没有？这其中必定有诈。他们应该不会这么有心机吧？为了争风吃醋，他们什么都能做。兰儿，这些年你为了朕在战场上躲了多少明枪暗箭，如今回到朕身边，又卷入这样的风波，是朕亏欠于你。其实陛下，怎么了？我回来的路上调查过了，那些贵女的暗卫确实是遭到了山匪的陷害，并非贵女故意不带。陛下，您多虑了。难道是朕判断错了？萧郎放心，虽然我不知道女儿家的心思，但是我希望我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和他们相处。成为皇后的路一定会很难很难吧？好，那你就按自己的方式和他们相处吧。不过呢，对他们无需太过上心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朕都会与你一同度过。哦，对了，小郎，今日与军机大臣都聊了些什么？是出了什么乱子吗？有你在，哪个不长眼的敢出乱子呀？是朕想广纳精兵，组建一支属于朝廷内部的护卫队伍。不过这个事儿，你就别伤心了。护卫队伍，眼下外邦安定，正是朝堂内政权迭代的时候。若军功不能妥善分配，必定引起内乱。难怪萧郎要组建护卫队，想必是要稳住军心。那如何任命人选，便是重中之重。皇后娘娘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贵女她又来了。又怎么了？贵女说了，今日穆姐姐若是不见我，我就死等在这门口。她若忍心，就看我在这渴死、饿死、困死去吧。皇后娘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几日一直忙着搭建护卫队的事情，一直没能赴贵女的约，确实是我失礼了。我这就过去。下月15就是大婚的日子，这正经事一点都没办，真是皇后不急，宫女急。踏青那天说好要来找我的，现在换我亲自去找他，他还让我多次吃了闭门羹。等我找到他，我非……见过贵女。这几日我忙于要事，没能赴沈小姐的约，还请见谅。你知道就好，能让本小姐登门拜访多次还不肯出面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那沈小姐找我有何事啊？我让你教我学剑法。沈小姐的武艺完全可以自保，又有暗卫保护，为何要吃练武的苦，学习这些？你不也是女孩子吗？我怎么这苦你就吃得了，我就吃不了？就是因为我吃过练武的苦，才不想让沈小姐再经受这些。你不想教就不想教嘛，何必说这些漂亮话？我不管，反正今天这剑法我就给你学定了，你若不肯，
我就天天来，夜夜来，直到你同意为止。好，那我便教你剑法。南安王，南安王，公公先请回吧，本王还有要事在身。是。你试试。立身如松，气沉丹田，马步与肩同宽。皇后娘娘身法如此了得，就连传授剑法都如此严谨易赅，不愧身为镇国大将军。下了朝不回府上，反而来找皇后娘娘套近乎，怎么南安王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沈小姐误会了，本王只是被你二人的剑法所吸引，所以才特意过来打声招呼。之前的事情多有得罪，是本王听信了他人谗言，但天地可鉴，本王绝无恶意陷害之意，还望皇后娘娘谅解。你诓谁呢？你当穆姐姐是傻子吗？你和穆儿做的那些事情，全京城都已经传遍了。若非你们觊觎那些赏赐，你们会狼狈为奸，指鹿为马吗？若非穆姐姐是个女子，恐怕现在早就被你们害入大牢了。沈小姐又误会了，本王受皇兄庇佑，怎可觊觎那些嘉奖？只是因为事关镇国大将军一事，本王才不得不替皇兄考虑，替皇家考虑。如今边关太平，我朝何愁不愿盛世祥和？只要皇兄一声令下，我等甘愿为这盛世死而后已。好话赖话都让你说了呗。穆姐姐能教我练剑，那是本小姐连着上门才求来的。你以为穆姐姐会教你吗？当然可以。木兰，沈小姐若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一起教你们。我介意。太后，你这急三火四的就往大殿内闯，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陛下准皇后都要跟人跑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多次去拜访穆姐姐，都吃了闭门羹。今日她好不容易答应要见我，还要教我学剑法。可是南安王随便说了几句，穆姐姐就要教他学剑了。那个南安王前段日子还和穆儿一起陷害穆姐姐，现在穆姐姐不但不惩罚他们，还要教他学剑法，这不是跟他跑了，这是什么？木兰虽然不懂那些弯弯绕绕，可也并非不谨慎之人，怎么如此容易就原谅了萧远？母后，兴许是儿臣前几日跟木兰提了想组建护卫队一事，所以木兰想替儿臣考察萧远。太后娘娘，你别光顾着叹气啊！再不拦着，下个月的大婚恐怕就是他们了。前几日你不是还嚷嚷着要嫁给慈儿，可如今木兰跟人跑了，你却先着起急了。我才不会把真心交给一个心里没有我的人呢！你们都不着急，就当我今天没有来过。哼！护卫队一事，木兰受委屈了。她久在军营识大体，可是你也不能忘记，她是你未来的妻子，是我朝的皇后。你可要好好照顾木兰，切莫让她这般辛苦。儿臣谨遵母后教诲，定不会辜负兰儿一片真心。儿臣这就去看看。哟，沈小姐不是介意跟本王一起练剑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别给你脸上贴金，我来是为了穆姐姐。把我刚刚教给你们的演示一遍。哼！
再来一次，收。好，沈小姐真是天赋异禀。你这个剑拿得太低了，再高点。太高了，收回来。本王自然不如沈小姐聪慧，皇后娘娘可否亲自指点？木姐姐，你别相信他，他分明就是故意想让你教他，占你便宜。沈小姐，本王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怎可给我扣这顶掉脑袋的帽子？莫非你是想诟病皇后娘娘与本王有染，自己坐上这皇后之位？木姐姐，我绝无此意，分明是他故意靠近你，我才想阻拦的。沈小姐不必介意，今日我们聚在一起，都是为了陛下能够更好。况且陛下也不是善妒之人，不会误会的。木兰看不出你的奸计，朕可不会让你得逞。兰儿，朕来的不是时候。陛下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右肩受了伤，自己抹不着药，你帮我上上药呗。好。好了。衣服穿好。我穿好的呀。你觉得我袖子敞开不方便是吧？哎，萧郎，你我都要成婚了，你是我的夫君，又不是旁人。那好，王后，这药只准朕给你上。不对，朕说过了，往后不许你再受伤，今后咱都不图了。这都是小伤，以前在军营里受的伤比这重10倍的都有，都是王校尉、李医师他们轮流给我上药，只是这伤留了疤，有点难愈合。这，你说什么？轮流？王校尉、李医师？对啊，大家都是生死兄弟啊。往后这药只能朕上。萧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大家都是兄弟啊。木兰恢复女儿身之后，仍把男人当兄弟，可朕怎么让她明白朕在吃醋呢？兰儿，那朕问你啊，倘若往后不许你再教萧远剑法，你会如何？我最近确实在为组建护卫队一事筹谋。我这里还缺几个靠谱的人带兵，我觉得萧远他武力值不错。带我考察考察，如果他真的为国尽忠的话，再考虑让他为陛下效力。兰儿，你何时才能明白，你不仅是朕的臣子，更是朕的妻子。你怀疑南安王有异心？我怀疑他对你的心思不纯呢。萧远和堂妹情投意合，你我又即将成婚，他怎么会对我有别的心思啊？那你看那个沈清梦，他也知道我们大婚在即啊。可是你看他是如何缠着我，朕只与一个人吃着这莫须有的醋，你却一点醋都不为朕吃。可是沈小姐已经倾慕萧郎很多年了，又岂是一朝一夕能放下的？况且与你成婚的是我，又不是旁人。兰儿，有时朕真想怨你什么都不懂，可仔细想想，也是自讨苦吃。罢了，往后你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来，无论何时，朕都会在你身边。皇后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平日这个时辰，您早就睡熟了呀。碧瑶，你说
什么叫做吃醋啊？吃醋，就是喜欢，就是爱啊。娘娘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娘娘和陛下吵架了？没有吵架，只是他今天好像有点不太高兴。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，患得患失的。所以，吃醋是什么感觉啊？吃醋就是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，难受呗。可是陛下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怎么可能吃醋呢？我想象不到。那您就把陛下当做您最爱的那把玄铁宝剑，想象着陛下像那把宝剑一样，天天被别人摸着玩着。不对，差点被你绕进去了。那把玄铁宝剑是我一个人的，可陛下是天子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怎么可能吃醋呢？我也不可以为陛下吃醋。行吧，不过您今天能问出这话，就说明您很快就要想通了。我一定很期待您彻底想通的那一天。兰儿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朕？我之前怎么不知道萧慈哥哥是如此优柔寡断的人？沈清梦，你还要朕讲多少遍？你我之间的婚约只不过是父皇随口一句戏言，朕心里的皇后只会是兰儿一人。你视穆姐姐为唯一的皇后，但穆姐姐可像你在乎她一样在乎你。若萧慈哥哥想要求证，就在3日后的阖家宫宴上好好配合我。慈儿和木兰的婚期将至，咱们两家也终于有时间坐下聚聚。今晚是家宴，大家千万别拘谨。太后娘娘说是家宴，那清梦可要向萧慈哥哥讨些想吃的菜了。萧慈哥哥，行吗？在这宫里还能缺你一道菜不成？想吃什么尽管说。那我想吃爆炒凤舌。这爆炒凤舌乃是陛下和太后才能享用的专属御膳，沈小姐这样恐怕不妥吧？今天是家宴，陛下就不要讲究这些礼教了吧？他既想吃，让御膳房上便是。是。这菜也上齐了，都别拘着了。慈儿，动筷吧。萧慈哥哥得给我夹菜。你若是想知道穆姐姐是否在意你，你就好好配合着演完这场戏。萧慈哥哥给我夹菜，那我也要给萧慈哥哥夹，咱们礼尚往来。可是陛下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怎么可能吃醋呢？我想象不到。那您就把陛下当做您最爱的那把玄铁宝剑，想象着陛下像那把宝剑一样，天天被别人摸着玩着。怎么回事？沈小姐也想拆散他们？白来的帮手，不用白不用。
我们这样一来一回的，要加到什么时候？我哪知道木姐姐怎么没反应啊？接着加。你们呐，有几个肚子能吃下这些东西？今夜家宴，是为商议皇兄皇嫂大婚之事。臣弟作为晚辈，恭贺皇兄得如此佳人。沈小姐，之前因为堂姐的事情多有误会，这杯酒当我赔罪。这第2杯，我们大家齐聚一堂，祝阖家欢乐，敬国泰民安，祝早遇良缘，敬白头偕老。愿情谊长存。让臣弟送皇兄回宫吧。沈小姐，婉儿送您出宫。萧次哥哥给我夹菜，那我也要给萧次哥哥夹，咱们礼尚往来。吃醋就是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，难受呗。萧郎和沈小姐认识10几年了，夹个菜而已，没什么的。兰儿，那朕问你啊，倘若以后不许你再教萧远剑法，你会如何？如果我让萧郎不要这样对沈小姐，他会怎么样？哎呀，胡闹，无理取闹！怎么从军营出来之后这么不识大体？眼下帮萧郎监护卫队才是对他最有帮助的。木兰姐姐，大事不好了！陛下他……皇后娘娘。听朕解释，朕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梦姐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睡在这里，但是我和萧思哥哥真的是清白的。刚刚你们喝醉了，是萧远和木儿把你们送回来的。兰儿，他们能有这么好心吗？对，刚在宴会上，他们又想发的劝我酒，朕只是借酒消愁，醉了罢了。借酒消愁？陛下在愁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你。罢了，不重要。现在重要的是，我们俩没理由睡在一起啊。难道是萧远和堂妹故意为之？木姐姐，你终于开窍了，一定是他们。木儿早就嫉妒姐姐，又记我和姐姐好，所以故意把我灌醉，把我和萧次哥哥送到这里。木姐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跟萧次哥哥真的是清白的。可沈小姐不是一直倾慕陛下吗？刚刚在晚宴上，你们也亲密有加。那些都是他出的主意，
说要看清你的心思罢了。看清我？我只是觉得穆姐姐除了军队，其他的都不在意，所以我才想了这个办法，想看看穆姐姐是否在意我和萧子哥哥。其实我……送沈小姐回去吧。木兰，朕虽然坐拥天下，但是朕只想要你一人。在你面前，朕只是一个寻常男子，也会为了心爱的人吃醋，会方寸大乱。你会为了朕吃醋吗？朕真心问你，你是如何在意朕的？陛下，喝碗醒酒汤吧。今夜这事儿，怪不得陛下，也怪不得沈小姐，要怪就只怪边关的风给皇后娘娘的性子吹糙了，这才苦了陛下。耐着性子，等皇后娘娘明白陛下的苦心。比起兰儿打小为朕吃过的苦，我经历的这些，又算得上什么？朕只是心疼没能照顾你的那些年。碧瑶，我今夜是不是又让陛下不高兴了？娘娘，陛下不是不高兴，陛下是着急，是担心你啊。可是我想不明白，沈小姐她家境优渥，又自小倾慕陛下，就算他们二人真的有什么，我身为皇后也理应支持。但为什么我忍着情绪，陛下反而不高兴？皇后娘娘刚才撞见陛下和沈小姐在榻上，是不是不高兴了？陛下说了，他和沈小姐是故意做戏给我看，所以你说是不是不高兴？这就对了，陛下要的就是娘娘您不高兴。陛下想看我不高兴？是啊，这就是吃醋。娘娘，其实感情这事儿就跟种树似的。您想啊，当您种了一棵树，在它还是苗的时候，您就精心照料，又是浇水施肥，又是修枝剪杈的。等它结了果，果先被别人给摘了，您心里难受吗？可是陛下不是被我照顾才成长的树啊。怎么不是？您帮陛下平外乱、定军心，就是因为有您，陛下才能专心朝堂。可是果树结果，不就是为了给旁人吃的吗？您又不是果子，您怎么知道这果子不认主呢？哪能被你说的像两株植物人？这树也知道自己是怎么长成的，所以结了果，当然是想让照顾自己的人先尝。结果这果先被别人给摘了，那人却不着急。您猜这树会不会觉得这人根本就不在乎他？所以，我看见沈小姐和陛下在一起，就跟陛下看见我教南安王练剑是一样的心情。没错，那个南安王天天在别人家的树下溜达，能是什么好鸟？以前我只想着为陛下选贤任能，却没想到竟然让他吃醋了。这件事我不能再劳烦他，我得自己解决。碧瑶，你说我穿这身去见陛下成吗？太行了，皇后娘娘您太美了。好，那我就穿这身，去等陛下下朝。娘娘，不是好鸟它又飞来了。刚刚有人通传说它要找您，
我说你还要忙2个时辰，他非说要等，估计这会儿还在外头飞呢。碧瑶，你帮我回来吧。就说，算了，我想了想，我还是有些话要当面对他说。您还是要见他。有些事，我只能亲自验证。南安王。木兰，敢问南安王见我有何要事？本王前些时日托人造了把宝剑，如今做好，特来送你。来，我们一起试剑。敢问王爷为何要送我宝剑？当然是为了感谢娘娘这些时日教我剑法。这把宝剑乃是玄铁造成的上好宝剑，就算是能工巧匠，也要造超过10日。我教王爷练剑不过才几天，王爷却说是特意为我所造，难不成王爷会未卜先知？这剑是本王的心意，娘娘又何必过问？如果只是纯粹的心意，我或许会收。只是王爷说这是特地托人所造，王爷就不觉得太巧了吗？10日前，我与沈小姐一行人上山踏青，路上偶遇山匪劫道。现在那些山匪在我穆家军营里循规蹈矩，只是喝醉酒了之后吹大牛，说之前拦道是因为一位贵公子所托，而那位贵公子的相貌，据他描述，与王爷有几分相似。木兰，你该叫我皇后娘娘。你既知道是我，就应该明白我的心思。我无需明白，因为你这心思从一开始就不能有。今日的话，我全当你没说过；昨夜的事，我也可以不计较。请王爷谨记自己的身份，迷途知返。木兰，本以为你为国效力，才想为陛下选贤任能。可今日一事，你果然心怀不轨。若你执意叛主，我不介意亲自解决掉你。哼！既然你不愿意顺从我，那我只能不择手段的得到你。之前我只当是萧郎过分敏感，如今看来，竟是我让萧郎独自承受了那些煎熬。我真是愚笨，居然现在才看清萧远心怀不轨。皇后娘娘，您今日……凡，陛下呢？陛下在里面吗？皇后娘娘来得不巧，陛下今日有要事，正在太医院和太医议事呢。太医院？陛下怎么了吗？这奴才就不知道了。陛下把今日的政务都推了，不许人来。那我现在去太医院找他。娘娘，陛下特意嘱咐，说今日不许任何人打扰。娘娘若是没有急事的话，不如等陛下回来，奴才再去通传他。娘娘，您这午膳也不用，身子会饿坏的。若真的是着急，不如就叫福安去找陛下吧。陛下这样做，一定是有他的考量。我若是贸然前去，岂不是误了他的事？你带着伤从王府回来的时候，陛下也跟您现在似的，眼下也变成娘娘您着急了。兰儿，在这战场上，朕帮不到你，在后宫，总不能让你受委屈吧？往后不许你再受伤，今后咱都不图了。萧郎，直至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记挂一个人会是这般煎熬。皇后娘娘，你把我叫过来，是陛下回来了吗？还是陛下有什么事？娘娘，陛下就在里头，您还是自己去看看吧。萧郎，兰儿，萧郎，吓坏我了，我担心了你一整天，我还以为你生了病。还好你没事。兰儿是听说朕去了太医馆，担心朕。我当然担心你啊，我受多了边关上的苦痛，自然知道那种痛有多生不如死。
我怎么舍得让你受伤呢？这些年，你在边关受苦了。愿为陛下分忧。这种皮肉之苦，我不觉得。兰儿，这里不是战场，无需如此拘谨。朕是你的依靠，你可知道？朕知道你担心朕，朕有多么的开心。这还是第一次，你亲口说出对朕的心思。朕知道你在担心朕。萧郎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好，我一心想着如何去辅佐你，所以忽略了态度。没关系，之前你忽略，如今不也在意了吗？哦，对了，萧郎，你既然没有什么事，为什么在太医院待了一整天？来。试试。这是你肩上的伤疤久治不愈，朕和太医苦寻医书，终于寻得了这副药池。伤疤？之前你讲过的。那好，往后这药只准朕给你上。不对，朕说过了，往后不许你再受伤，今后咱都不涂了。这都是小伤，以前在军营里受的伤比这重10倍的都有，都是王校尉、李医师他们轮流给我上药，只是这伤留了疤，有点难愈合。萧郎，那不过是我随口说的，你不用记挂在心上。兰儿，你值得最好的，从小到大，你从未努力为自己追求过什么。太子殿下，您等等奴才。木兰，快看，看我带来了什么过来。你先下去吧，我要和木兰放风筝，不许人打扰。殿下。是。木兰，这是我熬了半个月亲手给你做的，就想着入了秋能跟你一起放，快来试试。这风筝是太子费尽苦心亲手扎的，珍贵异常。我毛手毛脚，一定会弄坏的。弄坏又如何？这本就是给你的，更别说是风筝，就算是金山银山奇珍异宝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都会给你。不，木兰什么都不要，只要能祝太子一路坦途，木兰就很开心了。你的一句“一路坦途”，这些年你为了朕，为了大钱，为了子民吃了多少苦？朕是真的想要这一次，你可以为自己。兰儿，你值得最好的一切。陛下，是我愚钝，明明说着一心为萧郎，却总是在不经意间让陛下为我吃醋，为我担心。我等到自己亲自感受过萧郎的心，才看清南安王的嘴脸，看清自己的心。兰儿将军，此刻醒悟，为时也不晚。我们的时间还很长，朕愿意用一生来教你。在军营中，跟那些将士们打成一团，怎么见到朕害羞了？萧慈，你的肩膀上的伤需要在这药池中泡上1个月，你要适应，与朕共浴汤泉。那是不是以后有陛下的药方，军中的将士就再也不怕受伤了？这让你为自己想一想，没想到你还在考虑别人啊！边关安宁，乃社稷之福。
然镇官朱清勤勉，功绩卓著，特设护卫队以彰其能。这护卫队总帅的人选由尚书令张廷担任，兵部侍郎李承恩任左翼先锋，太仆寺卿赵礼掌粮草辎重。愿朱清各司其能，共护山河。陛下，那我呢？急什么？朕怎么能忘了自己的手足兄弟呢？南安王天资聪颖，堪当大任，特命南安王萧远远驻边关，非诏不得入京。臣遵旨。臣遵旨。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呀。娘娘，你这审美还真是……我这审美怎么啦？有什么问题？审美极高，莫非兰儿觉得朕丑？当然不是，是碧瑶她……碧瑶呢？皇后娘娘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，就先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兰儿，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我给陛下做的风筝。那这个是？飞龙在天，庆祝陛下的护卫队成功搭建。好啊，你只知道庆祝护卫队的搭建，你可曾想过，过几日便是我们的大婚之日？当然要庆贺。再过5日，我就是萧郎名正言顺的妻子。求而不得，求而不得。我萧远一生顺风顺水，可如今不仅得不到护卫总帅的位置，连一个女人都得不到。王爷，我听人说，陛下把护卫队的差事交给旁人，还把你派去边关，反正不得入京，这怎么回事？废物！我把家招银两补贴给你，为的就是让你掌控兵权，没想到你连王爷的权利都保不住。你瞪什么？你当真以为我有多喜欢你？若非看中你的家庭，你以为我愿意陪你演这么久的戏啊？闭嘴！哼！你还想让我闭嘴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有名无实的南安王，马上就要滚去边关和西北风了。而我不一样，木兰马上就是当朝皇后，我也会是皇亲国戚。我让你闭嘴！你这个贱人，你也配提木兰？若不是你当初逼我去害人，以王爷的身份慢慢靠近他，让他慢慢卸下对我的防备，我也可以让他满眼都是我。就算没有那件事情，他也不可能爱上你。他爱的是皇上，是萧赐，是军功，是地位。那些东西本来也可以是我的。我能收买木兰手边的大将诬陷他，又怎么可能只收买一人？萧赐不给我兵权又如何？本王自己花重金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军队。等我屠了那些护卫，他就再也不是皇上，木兰也就是我的皇后。你疯了！你彻底疯了！是吗？你还没有见过我更疯的样子。这把剑本来是送给木兰的，如果沾上曾经伤害过她堂妹的血，她应该会更喜欢吧。王爷，你不能杀我！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帮助你。本王不需要你的帮忙了。我知道木兰杀谁的秘密。皇后娘娘，这是陛下亲自为您挑选的婚服，您看看，可还喜欢？不就是婚服吗？陛下为何还要亲自去挑选？
许是陛下听到了一些民间的讲究。什么讲究？这平常百姓成婚都是新郎官亲自为新娘子挑选婚服，这叫许你婚装，护你余生。你呀，就会说些混话来诓我。奴婢没诓你，这平常的讲究可一点不比宫里少，像新郎官亲自挑选婚服啊，互赠香囊啊，还有成婚前一夜夫妻俩不能见面呢。成婚前一夜不能见面，这又是什么说法？听他们说，要熬过相思苦，这样就能共白头。陛下为了娘娘，把民间那些寓意好的风俗都给添上了。娘娘若知道，定然会感动不已。朕不在意她知不知道，因为兰儿她本来就值得最好的一切。朕只愿她像这个风筝，飞到更高的地方去，而朕就做这风筝线，护她周全，伴她余生，与兰儿共白头。共白头？那今天便不与萧郎见面。下盘松散，学无长进。我就知道会被莫姐姐发现。这剑法又岂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？想必沈小姐还在为了那天家宴的事儿苦恼，才荒废了练习吧？萧策哥哥都跟你讲了，也是，你们夫妻一体，他肯定会告诉你，背叛我这个外人。怎么会呢？沈小姐与萧郎自幼相识，怎么会是外人？也就是莫姐姐你心思单纯，才会那么想。罢了，反正萧策哥哥心眼多，刚好能补上你缺少的那部分。你们呀，还真是天生一对。沈小姐和萧郎自幼相识，你不是一直想嫁给萧郎吗？怎么会轻易放手？我已经见过比萧策哥哥更好的人了，自然会放下。我以后要嫁的那位啊，一定是更有胆识、有担当的人。我相信沈小姐一定会遇到的。看在你这么诚恳祝福我的份上，你们的新婚贺礼我出双倍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得再教我一次。好，我去换身衣服，这就做沈小姐的陪练。小远，朕已经将木兰请来了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萧远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萧策哥哥为什么把你派去边关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踩着龌龊的心思想要靠近木兰姐姐，现在竟然还想让木兰姐姐替你说情。沈小姐误会了，本王敬重皇兄，皇兄的安排本王必会服从。哼，你若是那种乖乖听话的人，这会儿早就在去往边关的路上了，而不是大半夜的跑在这里指名道姓的要见他。皇后娘娘，之前的事儿多有得罪，幸得皇兄警醒，方能及时悔过。无论王爷清醒与否，已经与我无关，毕竟我们日后也没有机会再见了。正是因为日后没有机会再见到娘娘，所以今日才来拜别。臣弟预祝皇兄、皇嫂伉俪情深，恩爱白头，为恭贺二人新婚大喜。本王特意备了一份大礼。民女穆方和见过陛下，王爷，沈小姐，见过姐姐。什么？穆姐姐不是独女吗？怎么还有一个妹妹？我从来不记得我有个妹妹，父亲母亲也从未告知。姑娘怕是认错人了。姐姐不知道我也是应该的，那时候你还年幼，
父亲跟母亲带兵在西北驻扎期间，意外怀上了我。母亲生产时恰逢暴乱，我才呱呱坠地，他就上了战场。待打了胜仗回来之后，我已被人捡走了。也许是父亲母亲怕提及此事会陷入悲痛，所以未曾跟姐姐提过。但是姐姐若是看到了这个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。捡我的养父养母告诉我，这玉在襁褓里一起放着的，姐姐可认得？这是父亲母亲驻扎西北之地的特产蓝暗玉。这一块玉就能证明你是将军之女了。此物稀缺，却不被世人所喜爱，唯有父亲爱不释手。陛下，她有可能是我的亲妹妹。你既知道你是穆家女儿，为何这么多年不回穆家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南安王身边？陛下明鉴，民女的养父养母过世，民女一直四处漂泊，直到前段日子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想当了这块玉，混口饭吃，才知道这玉竟是穆将军所有的。我一路辗转，不求攀什么皇亲国戚，只是想见见自己唯一的亲人。陛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已经没有亲人了，请求陛下准许妹妹留在宫中，送我出嫁。穆姐姐，你就这么轻易的相信她吗？她出现的莫名其妙，还是跟萧远一起，你就不怕这里面有诈吗？哎，秦梦，你不懂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已经没有亲人了。我对亲人唯一的念想就是父亲母亲的遗物，所以这个妹妹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还请陛下成全，了却我一桩心愿。方和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明日是我和萧郎的大婚之日，有你在，我便有了娘家人。看着陛下宠着姐姐，妹妹也跟着高兴呢。也许父亲母亲曾经也像你们这样一般。其实我还有很多事想对你说，也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只不过我和萧郎约定好了，大婚前夜不得相见，所以今夜要劳烦妹妹连夜跟我回将军府了。待礼成之后，便留在宫中，我们做一对寻常姐妹。娘娘，东西都收拾好，送回将军府，等着陛下明日来接亲。好，姐姐。哦，对了，陛下的香囊可有送来？奴婢这就去找陛下拿。啊，不用劳烦碧瑶姑娘了。姐姐今日回府，定要忙于应酬，我才回来，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跟姐姐坐同一驾马车。不如就让我去取了香囊，再跟同行的宫人一同前往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还没有向族人风风光光的介绍你呢。姐姐也说了，会把我留在身边，那方和也不怕多等一晚呀。这将军府是怎么回事？明知娘娘来，却无一人恭迎。木兰，你终于来了！畜生，你个畜生！你口口声声说要娶我们家婉儿，如今却为了抢陛下的女人，竟然绑了我们全族！二婶莫怕，木兰也是你们穆家人，
等她嫁给本王，你们照样是皇亲国戚。呸！萧远，你意欲何为？当然是来抢婚的。怎么样，这份聘礼还满意吗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嫁给你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最抗拒不了的就是大难临头了还临危不乱的这份冷静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只要你答应本王，本王什么都可以给你。如果我想要的是你认清身份，滚回你该去的边关呢？木兰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逼我？一定是萧思给你的太多了，让你忘记了失去的痛苦吧？怎么样？需要本王帮你回忆一下失去亲人的痛苦吗？不要，木兰，你救救我娘！你救救我娘！动手吧！木兰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我就是太讲良心，才会被你们利用至此。这些年，你们霸占将军府，仗着我父亲母亲拿命换来的军功，作威作福。倘若你们不是知道我是女儿身，又即将成为皇后，早在我回到将军府的那时，你们就会置我于死地，又怎会轻易放过我？木兰，你疯了！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若不从了萧远，害死的可是全族啊！这样的族人，我又何必在乎？至于你私自带兵，意图谋反，你觉得陛下会放过你吗？你真以为他会活着回来？你不会不知道，他已经被你那个假妹妹给杀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会真的以为那个什么穆方和是你的亲妹妹吧？她只不过是我雇的一个杀手，还有你那块破玉，也是本王从穆将军那个遗物中找的、偷的。如果不是因为遇见你，本王或许可以做个安稳的闲散王爷。不能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太迷人了。可你呢？你眼中只有萧慈，只有皇上。不过没关系，那个皇位马上就是我的，你也很快就是我的。萧远，我并不想杀你，是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现在是本王给你机会，看你想不想活命。什么人敢坏本王的好事？萧慈，你怎么还没死？皇上，我还为何兰儿成亲？怎么舍得死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本王的计划万无一失，你们怎么可能看破？这还要多亏了你漏算了那块玉。再周密的计划也做不到万无一失。就算你没想到自己雇的那杀手会酒后失言，而我十分清楚父亲的遗物长什么样子。她不是你妹妹，你早就知道。没错，我不揭露你们，就是为了让你露出真面目。还要感谢陛下教我识人心。早些年我只知道在战场上排兵布阵，如今才知道，真正的战场应该是人心的险恶。萧远，你觊觎皇后，还意图谋反，你这脑袋准备好落地吧。皇兄，臣弟只是一时糊涂，从未想过背叛你。是他，一切都是他让我干的。穆婉儿，你为了权势地位，设计陷害木兰，你已经魔障了呀！如今你竟连你爹娘的性命你都不顾了吗？啊！我走
到今天这步，还不都是你们逼我，凭什么他自幼可以随意入宫，还傍上皇家国戚？凭什么他可以带兵出征，免礼受伤？而我却只能留在家中，被你们安排嫁给上古。若不是我假意靠近萧远，这会儿我就只能是个留在家里相夫教子、遵从三从四德的普通人。明明我也羡慕，我比他更懂人情，为什么我不能是皇后？我不能一步登天？婉儿，早些年穆将军府和边关风雨飘摇，急需一个能扛起帅旗的少将军。我是你的血亲堂姐，我怎么忍心让你受我受过的苦？我希望能成为你的依靠，给你许个好人家。只要我木兰在，便无人敢欺负你，无人敢动穆家族人一个。不错，正因有木兰，才有我们的今天，才有大梁的今日啊！可享受这一切的，不还都是他吗？你只见到木兰入宫伴驾，但你可曾知道，她自幼被惯成男儿训导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。你只看到她在边关建功立业，那你可知道这大漠的风沙如刀，白骨森森？你只见她凤冠霞帔，但你可曾知道，她为了走到朕的身边，吃了多大的苦，受了多少的委屈？能为朕做到这些，也只有她，才配称得上是母仪天下。木兰，是我们错怪你了，是我们错了呀，木兰。从今往后，我穆将军府任何人不能说木兰一个不字，否则的话，我身为族长，我就是搭上这条老命，我也要保护皇后。至于你，以下犯上罪大恶极，不杀不足以立国法。至于你们之间是谁害了谁，又是谁指使谁，流放路上自己对账吧。吉时已到，恭迎皇帝、皇后入殿。请帝后行交拜之礼。一拜天地，日月同辉，佑我江山永固；二拜高堂，宗庙有灵，护佑子孙昌盛；夫妻对拜，琴瑟和鸣，白首同心，奉和锦酒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兰儿，你好美啊！这一杯酒，敬你我的初见，你我两地相隔的过去，敬未来厮守一生的日子。自今而始，朕与江山愿与你同担，你永远都是朕的皇后。兰儿不想做什么完美的皇后，只想做你身边那个永远站在你身旁的木兰。